提到炮，你首先想到什麼？是据說一炮可单杀航母的洲际巨炮古斯塔夫，還是二营長到？第三场第一大巨炮呢？给我拉下来！团長，嘿。我们今天要聊的正是被誉为护台重器，至今仍保持着台灣口径之最的历史射击老将——美制 M1式240毫米重型榴彈炮。由于其体型庞大，发射时如同巨龙腾空，不少人还将其称為黑龍。黑龍的破壞力到底有多驚人？它的射程有多遠？在這個無人機滿天飛、非對稱打擊說爛了的現代戰場，台灣又為什麼還要死守這架老古董？要理解台灣為什麼至今仍將這門大炮捧為鎮島神兵，我們得先看清它的底細。美軍研制它的目的很純粹，打爛一切水泥碉堡與地下防禦工事。在這暴力美學的研發理念下，黑龍的實際口徑達到240毫米，管身長達34倍徑，內部刻有64條等級右旋膛線。彈藥方面，主用 M114高爆彈，單發炮彈重達136至160公斤，比3個成年人加起來還重。內部裝填足量的高能藥，其射程也很誇張，最大射程達23.1公里，相當於從三峽老街到台北車站的車程距離，初速達到700米每秒。它的重量更令人絕望，僅炮身和炮機部分就重達7593公斤，也就是近7.6噸。而加上龐大的雙式推有炮架、基座和運輸車架後，全炮放列狀態，重量高達21645公斤，大約21.6噸。在公路運輸狀態下，全套系統總重更是直逼29噸。視力不好的人估計還以為哥斯拉復活了。由於過於笨重，沒有任何單一車輛能夠直接拖拽它。在野戰轉移時 ，M1 必須被強制拆解為炮管與炮架兩個獨立部分，裝載在專用的多軸拖車底盤上，有2輛重型履帶牽引車一前一後轟鳴着拖拽前進。在二戰歐洲戰場的卡西諾戰役中，面對敵方依托古老修道院與山體構築的防線，美軍155毫米常規火炮打上去就像刮痧。正當敵方以為高枕無憂的時候 ，M1 240毫米榴彈炮上場了，一發160公斤高爆彈從天而降，堅不可摧的石砌建築與地下防空洞當場被轟成平地。而在菲律賓馬尼拉巷戰中，面對城內牆體厚達數米、內部用鐵軌加固的古城牆碉堡 ，M1 240榴彈炮照舊簡單來了幾炮，碉堡就成了名副其實的碉堡。二戰結束之後，高精度航空炸彈以及戰術導彈和203毫米核炮彈相繼問世，黑龍處境立馬尷尬起來。組裝要幾個小時的牽引式巨炮，仿佛像上古時代的產物，讓人看一眼就甚至狂掉。於是，在1950年代中後期，隨着庫存彈藥的耗盡，美軍全面淘汰並封存了所有 M1 240毫米榴彈炮。只是誰也沒有想到，這架舊時代的遺產，在台灣前線守軍的眼中，卻變成了夢寐以求的鎮島之寶。20世紀50年代末，海峽風波四起，在奇岩島嶼上，台軍雖然部署了大批155毫米長角湯姆加農炮和203毫米榴彈炮，但面對敵方堅固的花崗岩山體炮陣地，現有的火炮口徑依然不夠看。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美軍正式啟動對台軍援助的明星計劃。從1959年至1960年前後，美軍將庫存的大約30門 M1式240毫米重型榴彈炮，連同大批配套的 M105重型高爆彈，通過大型運輸艦秘密運往台灣，並指定部署在離前沿最近島嶼金門。美軍顧問與守軍工程部隊利用潮汐變化，使用重型坦克登陸艦直接強行衝灘。在沒有現代大型起重設備的淺灘沙灘上，工兵們鋪設厚重鋼板，依靠重型履帶牽引車和數百名士兵用鋼纜死拉硬拽，才終於將這30門巨炮拉上了島。隨後，工兵部隊用炸藥和人工鑿機，在山體深處掏出了深邃錯綜的坑道與重型加固碉堡，將這些巨炮直接塞進了山體內部。從此，這門二戰的美軍老將正式開啟了他長達60多年的護台生涯。運抵前線後，僅僅幾個月，這批240毫米巨炮就迎來了一次實戰洗禮。1960年的619炮戰，6月19日，部署在金門山體深處的240毫米重型榴彈炮首次撥開掩體隱蔽部，將龐大的炮口對準了目標，展開了劇烈的反擊。儘管戰後的戰果復盤充滿爭議，但有一點無可否認，那就是240毫米重彈落地時的巨大威力徹底震撼了世界。這門二戰巨炮還能這樣玩？在野戰環境下，29噸的重軀和長達幾個小時的放列時間，在現代空中打擊面前簡直就是活靶子。守軍軍方非常清楚這一點，因此這30門240炮在運抵金門後就再也沒有離開過這些島嶼，而是被徹底要塞化與地下化。240毫米榴彈炮開火時，藥筒與藥包在千分之幾秒內劇烈燃燒，瞬間釋放出數米長的炙熱火焰。由於坑道內空氣流動受限，濃黑的硝煙從山體洞口狂湧而出，從遠處的觀察上望去，
就像一條漆黑的巨龍從山體坑道中吐火飛出，加上近距離發射時強烈的空氣衝擊波，能將周邊地面震起數米高的塵土，產生的劇烈震動順着花崗岩地基傳導，甚至能讓幾百米外的人耳膜劇痛，產生眩暈感。黑龍吐火震動山岳的威名由此在前線守軍中不脛而走，這也是黑龍之名的由來。那麼它到底是如何運作的呢？在自動化與信息化高度發達的今天，操縱一門現代火炮可能只需要3到4名坐在空調車廂內的士兵按幾個按鈕，但在20世紀50至80年代，在沒有自動化裝彈機的前線地下洞窟裡，操縱這條21.6噸重的黑龍卻需要整整25名炮手協作。當射擊指揮所下達目標坐標後，方向手與高低手將分別站立在火炮兩側，旋轉巨大的手搖齒輪盤，左右各可調整400米位，共45度，射角可在15度至65度之間。要知道，那可是沒有電子驅動的年代，每一次大角度轉動炮身都需要2名壯漢用盡全身力量轉動機械手輪數十圈。單發 M105 高爆彈重達136至160公斤，4-5個成年人根本搬不动。炮手們必須利用安裝在洞窟頂部的單軌懸吊掛車和專用的彈藥夾具，將160公斤重的巨型彈頭從彈藥架上吊起，隨後通過懸掛軌道推至火炮尾部的裝彈滑軌上。當彈頭對準龐大的炮膛開口後，最考驗團隊配合與物理體能的環節到來，那就是夯彈。彈頭必須擠入火炮膛線的起始段，也就是坡口處，確保銅質彈帶與膛線緊密貼合，否則發射時高壓氣體洩漏將導致威力巨降，甚至嚴重毀損身管。隨着主炮手猛烈拽動數米長的拉火繩，發火管撞擊引爆底火，瞬間點燃巨大的發射藥包，在千分之幾秒內，鑰匙內部產生極高的氣體壓力，將160公斤的彈頭發射出去，高達數百噸的後坐力瞬間向後釋放。火炮開火後，螺紋炮栓被打開，濃烈的硝煙與餘熱從鑰匙噴出，炮手們必須立刻使用沾有銅清洗液或水的長柄濕拖布清掃炮膛，清除殘留的燃燒碎屑與未燃盡的火藥絲，防止下一發药包装入時被残余火星意外點燃。如此繁瑣的操作，哪怕是讓最熟練的炮手操作，其最大射速也僅為每2分鐘一發。當我們回過頭來審視這門在地下蹲了60多年的巨炮，我們會發現，儘管它的240毫米口徑依然兇猛，但它的戰術價值其實早已消失在歷史的塵埃裡。這就不得不提到黑龍面臨的3個死結。第一個顯而易見的死結是無法移動的機身與如今反炮兵雷達的打擊，這也是黑龍最大的痛點。在2戰和冷戰初期，依靠數十米厚的花崗岩山體掩體，它確實可以做到打完就躲。但在現代戰場上，全球主流強國早已普及了高精度的反炮兵陣地定位雷達，只要240炮打出第一發炮彈，炮彈飛出洞口的短短幾秒內，反炮兵雷達就能通過捕捉到的彈道弧線，在幾秒鐘內計算出火炮陣地的精確坐標，誤差不超過數米。更致命的是，現代戰爭早已不是2戰時期的鑄鐵笨炸彈，高精度巡航導彈、遠程多管火箭炮能夠直接對準碉堡的射擊洞口實施精確貫穿打擊。一旦碉堡射擊口被鑽地彈貫穿，在內部引爆，或者洞口被爆破塌方封死，隱藏在地下坑道裡的240炮和25名炮手就會瞬間喪失生存空間。第二個死結是無人機蜂群與 FPV 巡飛彈。烏克蘭在4年多的戰爭中，向所有人展現了一個真理：所有高價值的固定防禦工事，在微型無人機和 FPV 巡飛彈面前跟紙一樣脆。在現代戰場上，長航时偵察無人機足以利用熱成像與光學長焦鏡頭死死盯住每一個山體洞口。一旦240炮推開掩體大門準備射擊，蜂擁而至的低成本 FPV 穿梭無人機可以順着巨大的碉堡窗口或洞口直接飞入坑道內部。FPV 攜帶的巨能迫降彈頭可以精準引爆堆放在火炮旁邊的160公斤高爆彈藥和發射药包，隨後引發2次殉爆。第3個死結是零部件斷供，炮管壽命危機。M1 240毫米榴彈炮早在1945年2戰結束時就已經全面停產，原廠美軍也早在數十年前清空了全部零部件庫存與技術資料。這意味着全球沒有任何一家現代軍工廠還在生產這門炮的退有其密封圈、螺紋炮栓零部件或是專用機件。為了維持前線這10幾門黑龍的妥善率，後勤部門只能拆東牆補西牆，將狀態較差、損壞嚴重的2-3門火炮拆解，通過手工打磨修配後裝到相對完好的火炮上。更嚴峻的是炮管壽命問題。根據美軍原始技術手冊， M1 240毫米榴彈炮的炮管膛線壽命上限為2400發。經過60多年的服役，無數次演習，這些老舊炮管內部的膛線早已出現了剝落與磨損現象。如果無法更換新炮管，繼續強行發射滿號高壓裝藥，不僅射擊精度會呈斷崖式下跌，甚至隨時可能面臨慘烈的爆膛風險。那麼黑龍明明還存在這3個無法忽略的死結，為什麼前線守軍依然死死守着這些老古董？
是定期為他們塗油保養，不願徹底清退。其實，對於台灣而言，黑龍巨炮早已超越了單純的武器範疇。只要這門口徑之最的黑龍還在洞窟裡鎮守一天，就能給前線官兵帶來心理上的底氣。如果將金門外島這幾十門240巨炮全部淘汰，換裝現代化的遠程火箭炮或導彈系統，不僅需要投入數以百億新台幣的巨額預算，還需要在外島狹小的地理空間內重新構築複雜的電子戰與後勤鏈。而 M1 240毫米榴彈炮早已與花崗岩陣地融為一體，不需要昂貴的維護成本，卻能對着數十公里外的敵方沿海集結區保持着最直接的威懾。而且別忘了，現代戰場玩的是電子戰，而 M1 240毫米榴彈炮這種純機械結構的低技術巨炮，具備天然的抗電磁干擾韌性，即使戰場的電子網絡全部被打斷，炮手依然能依靠預設的炮位坐標和機械推彈，將160公斤的高爆彈準確砸向預定海域與登陸灘頭。在極端戰場環境中，黑龍就是台灣寶貴的底牌。如今，獅山炮陣地已經被正式改建成了軍事主題公園和觀光景點，每天都有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湧入獅山炮陣地，在幽暗涼爽的花崗岩坑道深處，穿戴着退役軍服或表演服裝的演示人員會定期為遊客帶來一場炮操表演。坑道裡依然彌漫着冷硬的鋼鐵氣息與淡淡的潤滑油味兒，但昔日那條吐火食人的黑龍，如今已悄然褪去了血腥的殺氣，向世人述說着那些護衛台灣的故事。總的來說，從一戰時期能跨越上百公里轟炸巴黎的巴黎大炮，到二戰時期能轟穿數米鋼板的古斯塔夫巨炮，再到这門黑龍榴彈炮，炮代表了一個時代武器的演變，那是一個屬於工業時代鋼鐵巨獸的黃金歲月。在那個年代，口徑即是正義，射程即是真理。好了，關於台灣黑龍巨炮的故事到這裡就結束了。大家認為黑龍巨炮是否還有繼續維修和保養的必要？你又知道台灣還有哪些古老但依舊在使用的武器呢？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討論，我們下期視頻再見。